你知道吗？万里长城的最东边不是在山海关，而是在中国朝鲜边境的丹东虎山长城，这里才是万里长城的真正最东端。在虎山长城有一个景点叫做一步跨，这里和朝鲜只相距5米。在古书《明史兵志》中就曾有记载，明中之士，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至嘉峪，就已经明确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但鸭绿江这一段的虎山长城遗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发现。这次来到东北，虎山长城是我们一定要来的地方。这段长城就在中朝边境的高山之上，旁边就是鸭绿江，与古书呼应。站在长城最高点，能清楚地看到朝鲜的全景。我们甚至还看到了很多朝鲜村民在田地间劳作。虎山长城不光位置特殊，也极其难攀登，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都有接近90度的陡峭路段。下面就跟着我们开始今天的万里长城最东端之旅。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依然在辽宁的丹东。那今天我们准备来参观一下我们中国万里长城的最东端虎山长城。虎山长城的位置呢是在辽宁的宽甸，那宽甸也是属于丹东市的，这个位置距离丹东的市区大概是20公里，开车过来需要半个小时左右。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售票处这里了，我们先去买门票。我们现在已经买好门票了啊，成年人的门票呢，旺季是60，淡季是55，差了5块钱，现在还没到旺季，而且我还买了2张这个观光车的车票。10块钱往返，其实我本来不想买的，因为观光车如果是10块的话，就说明它那个路程不是太远。对。但是这个美女说是从这个下山的位置一直到有一个就是看朝鲜的地方，有个3公里左右的一段路是可以坐车的。我觉得这个10块钱挺值的。我们先看看这个10块钱到底能坐多远啊？还可以看朝鲜。对，可以看朝鲜，因为它有一个地方就是一脚踏嘛，那个地方离朝鲜就几米，非常近，和朝鲜一个岛屿。我们刚才已经坐这个观光车到了爬长城的这个入口处了，不过我们现在不着急爬长城，我们准备先去看一个小景点，叫一步跨。据说啊，那个地方和朝鲜之间只有几米的一个距离了。走吧。前面有几个朝鲜的商店啊，中朝百货。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一步跨的边上了，这有一个石头，上面写的是咫尺。再往前头走，这还有一个石头，写的是中朝边境一步跨，真的非常近啊！一步跨，我走在边上看一下啊。哇，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近啊！因为对面的那一块土地呢，并不是朝鲜那个大块陆地上的，这是鸭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屿，然后这个岛屿是属于朝方的，所以我们和朝鲜中间呢就隔了这样一个小河。这个河的宽度大概在我看着也就4、5米吧，5米左右，就这么宽一点啊。过去那边就是朝鲜了，这太近了。我们现在都能看到前面那个绿色的，就是朝鲜的哨所，2层的那个绿色的塔，还有朝鲜的农村的那个房子，在小岛上建的。他们说是每年这个农忙的时候啊，都能看到对面有朝鲜的农民在边上种地和收获。就在这儿哈。对，那老近了呀，说话的都听得到啊。现在就有，就在那儿。不知道能看着我，他们弯着腰在工作，有3、4个朝鲜人在那边。就200-300米吧，100-200米。太近了啊！这感觉我要是会这个朝鲜语，都可以跟他们聊2句。特别近。离开一步跨后，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主线任务了，就是爬长城。虎山长城，爬长城。狒狒这个膝盖不太好，我还是挺担心他膝盖的。听说这个虎山长城不是太长啊，跟我们前爬的北京八达岭比起来比较短，好像只有1点几公里整个，但据说非常陡，非常陡。我也之前看到过，别人说超陡啊那条。这边是长城的入口，从这儿爬。
哦，这边还修复了这样一个城楼啊。那我们等一下就要爬这一段虎山长城了。那在我们正式的爬长城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虎山长城。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从小到大，从小学到高中，这个教科书上面都写了，万里长城是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虎山长城其实才是中国这个古代长城的最东端呢？的确哈，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之前，上至学术界，下到我们普通百姓，就我们国家普遍都认为山海关才是我们长城的最东端。但是呢，90年代在丹东这边的一次考古发现中，在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呢，是挖出了曾经这个长城的一部分的墙体，还有墙基。那这就印证了曾经史书中的记载。因为最早的时候啊，明史中就有记载说，这个长城是东起鸭绿，西至嘉峪。那鸭绿就是鸭绿江嘛，所以呢，当时也是有很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鸭绿江这边去寻找，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就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古城墙的，就是古长城的一个墙体。直到90年代的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才彻底的印证了史书上面的记载。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这个教科书啊、历史课本才把这一说法改过来了。那现在我们中国人普遍就是认可的万里长城最东端是在虎山长城，最西端是在甘肃的嘉峪关那里。我这边能看到有2个这个碑哈，这个是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虎山遗迹，这是1997年才立的碑。那这一块是全国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国务院立的碑，这个就更晚了，这个是2013年才立的碑。因为的确哈，这个虎山长城被确定为明长城最东端的时间是比较晚的，但是虎山长城它修筑的时间是非常早的，这个可以追溯到明朝的成化年间，当时大约是在公元1469年，就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时明朝啊修筑这一段长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建州女真对中原地区的侵扰。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啊，也是看到了整个的虎山这一片地势是非常高的。那明朝呢，肯定也是想在这个位置占据一个制高点，来做一个军事防御的体系。那我们现在站在虎山长城的这个入口处，就可以看到啊，接下来我们要爬的最高的点，在那个位置。在那个山尖上有一座烽火台。其实这个虎山长城不长，它是在90年代呢被考古发现之后呢是进行了修复。现在游客可以爬的部分总的长度也不超过1300米，就1公里多一点点，大概1个多小时就能爬到最高那个位置。其实呢，虎山长城最早并不叫这个名字哈，大家看就是有烽火台那个位置和它的右侧那2个山尖。就那个位置啊，以前呢这个地方是叫马耳山的，因为那2个位置特别像马的耳朵。那后来就改成了虎耳山，到了清朝的时候就简化成叫虎山了。那虎山长城的名字就这样来的。我们现在就开始从这个长城入口处开始爬吧。从这儿爬到那儿，其实我感觉还是比较艰难的，因为大家看，其实这段的距离不长，但是它这个拔高非常高。这有个导览图，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呢？我看一下，我们应该是长城入口这个位置哈。对，长城入口，刚刚这个是电瓶车的一个点，我们刚下来，从这个地方开始爬啊。刚刚那个就叫过街楼，有虎山长城4个字呢。开始爬，这边是9号空心敌楼，8号铺防敌楼，7号、6号一直往前走到这个山顶的烽火台。烽火台之后呢，也可以原路返回，也可以从这个地方下去。对，下来这边有一个博物馆。哇，我感觉难度挺大的，因为它这就1、2、3、4、5、6到那个位置，就第7个烽火台，我们就要从这个点拔高到山顶了。还是非常，因为爬过八达岭的朋友都知道，八达岭那边烽火台是非常多的，这边还是少一些。还有这边有一个1000米的古栈道，还有索桥这个位置啊，这边现在没开放。我们刚买票的时候写了这个古栈道是关闭的。哇，刚到这儿我就感觉到这个压力了，它这个台阶确实挺陡的。我们今天挑战一下虎山长城吧。
我们去过很多的长城，但这虎山长城确实是陡。大家看啊，连我们现在走这种平地的路，它的坡度都很大。你才爬第一个烽火台你就说累了，确实有点陡啊，这个。哇，那我们一会儿岂不是可以看到那个朝鲜那边了？对，因为我们脚下就踩的是一步跨，刚我们穿过去那个门洞，就这个下面的门洞，非常近。身体的消耗太大了，没有基础的体能了。对，我们这次出来时间也挺长的，这一趟旅行，总之就是各种疲惫。哇，这是其中的一个烽火台了。不过就是跟北京长城比的话呢，它是后来复原的哈。对，就老感觉是现代才有的产物。其实以前应该也是这个造型，但肯定没有这么精美了。这点又开始下了啊！对，它要不下还行哈，一直上，一上一下感觉就更累了，消耗体力更大了。其实呢，虎山长城有一点特别的奇特啊，它不像是北京八达岭那边，包括居庸关那边，它是用砖做，大家老说去长城搬砖嘛，砖做的。当时的虎山长城基本上是就地取材，用当地这种黄土去做的整个的城墙。那当时考古学家挖掘的时候，也是发现了残留下来的墙体和墙基都是用土块去做的。现在这个修复之后呢，就是这样的砖了啊。天哪，那个位置就最高点吗？那个就是最高点，但是那一段感觉要垂直攀登了。是，我的天，超陡啊！对，我们在这个位置能看到整个虎山长城基本的一个全貌了，最高点还有比较陡峭的位置。现在我们到达了6号站台，加油！加油！还早着呢。我今天一是比较期待能看到长城，万里长城最东端，还有是希望能在长城顶上看看朝鲜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从最高那个点儿往下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一边呢，就是外面有一些建筑物，还有烟囱那个位置啊。对，哎，那就是朝鲜的古城义州。哦，现在我们丹东对面的是新义州，这边是古城义州。哇，哎，怎么说呢？那颜色就是整个都是灰调的，没有点亮色，很压抑。咱们继续上，上面可能角度会更好一些。加油！加油！感觉已经开始陡了呀。我们开始迎接今天的第一个难点。哎呦，没事吧？没事儿。膝盖不舒服，咱往回跑。不上了。有点陡。今天是我俩腿都有点疼，肺腿疼，我腿也疼。哦。哇！厉害！厉害！健步如飞。天哪！这现在是5号敌楼啊！好羡慕第一天来长城的人，好羡慕第一天出来旅游的人。我要第一天出来旅游，我也斗志满满。其实每次我们爬这种台阶什么的，或者山坡，总有观众在下面说，文涛的体力还不如我，就男的还不如女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大家看我就是空着手光爬。但文涛每次后面都背着很重的设备，还有水、食物都在他那儿，还有无人机什么的。他每次那个包呢都很重啊，负重背的，不像我。而且他还要拍摄，还要举着设备。哇！只有拍摄的人才能懂我的辛苦。哇！哎呀，从这儿看朝鲜好近啊！是吗？天哪，这太近了！下面那个小河就是我们刚才一步跨看到那个小河，对。然后河右边这一片大片农田啊，那个村子有都是朝鲜的。村子有我刚才看到的村子，对。对，好近。这都是朝鲜的。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有3个朝鲜人在那边工作。我可以把手机拉近点看看。我们这次今天为了减重，没有带长焦镜头，就拿手机看看。哇，哎，这还有个车，是牛车还是马车？你看我的画面，这边
有个车在里面开。对。然后这一大片是玉米地，包。这个就是刚才超我们那个哥们儿，还在那儿跑着呢。这已经拉我们那么多了，然后他马上就要到达最陡的地方了，一会儿我们也要去那儿。我刚才把手机拉近才看到了，朝鲜那边种地现在还用的是牛车，用牛后面拉的那个犁，因为这个是非常耗人力的。前面有一个人牵着牛，后面还有一个人还有2个人扶着那个犁，就他们现在还是没有实现这个农业的机械化呀。现在准备到最陡的位置了，有很多人走那个位置，一看太陡，就不上了。你们怎么不爬了？爬了，太陡了，太陡了，太陡了，爬了，不陡了。妈呀！确实陡啊，这点老陡了。咱们继续吧，涛哥。继续慢慢爬。高血压、严重心脏病等游客，请注意安全。写了。我本来没有什么病，我这会儿感觉我血压有点高，这个确实太陡了，你看。我的个妈呀！感觉来到了华山。往上啊！累，歇会儿吧。哇，这真陡啊！而且它这个窄，放不下一整只脚了，感觉。不累，太陡了！我的天哪！主要楼梯特别窄，不好放脚。哇，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回归到动物本能了，我们开始爬行了。我觉得爬着走比扶栏杆轻松啊！是。妈呀！终于到了。上面还有这个防落石的。哦！天哪，这整个就是垂直的嘛！我们短暂休息了一下，开始第2段。哇！别往上看，越看越不敢爬，是吧？走就对了。太陡了，太陡了，这样子看着，天哪，感觉垂直了。我们终于到一个平台了，歇一下。上面是平的吗？有一点平的。到了吗？哇！还有。这咋爬呀？我们现在能看到，刚才跟朝鲜一步跨那个位置了，一条小河，然后那边全部都是朝鲜的。其实那一侧哈，比较大的河才是鸭绿江的主航道。对。但中朝双方又不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嘛。对。所以这一大片的冲击岛是都给了朝鲜。这片地非常好，你看这边这个地啊，都大又平整。很大一块良田了，算是。走，加油！好像快到顶了。我们终于感觉到顶了。这就是曾经叫马耳山或者虎耳山双耳中的一个了。对，这是其中一个耳，那边是另一个。所以呢，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你看这个位置多好，它整个是这一片的最高点。在这个位置要是建这样一个军事要塞的话，像下面的整个都是易守难攻。对对，鸭绿江的居高之点，一览无遗啊。对，还有这一侧是我们中国丹东3号空心敌楼，是整段火山长城的最高点了。涛哥，虽然你没有爬过北京的八达岭和居庸关，但是你到这儿是一样的。你现在已经得到了好汉认证了。好吧，我回去给你盖个戳，咔。累了的话，从这儿掉头原路返回，再走特别陡那点楼梯再下去。对，回到刚刚上来那个位置。还有一个路线就是从这个楼穿过去，那边还有下山的地方。但听说没有修台阶，是野山，也不好走。看看去吧，还不知道呢。走。哇，这个敌楼修的还是挺，哇，这全都是画一样的，你看。是。这出去感觉就掉下去了。哇。这边是朝鲜哈。对，
那个比较宽的河是鸭绿江的这个主流吧？对，反正这一片是冲击岛啊。对对对，这是一片岛屿，然后这一片其实是一个，这是农业区。你看一下那边，那边有楼房那块儿是朝鲜的这个义州古城。对，就在那儿了。这片一看就村子啊，房子比较矮，旁边都是耕地，对，都是种地的。但这个村子也是相当大的。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朝鲜的这个兵营和哨所。现在离我们最近的这一片就是兵营。你看它有一个2层的一个灰色的一个小哨楼。对。它中间那一片肯定是练兵的地方。对。我还可以看到那个位置有一辆这个牛车。是。前面是个黄牛，后面缓缓地拉着一辆车。对对对，看它走的特别慢啊。对对对，牛车。然后他在点着什么呢？他那块冒烟呢，应该是在烧那个玉米杆儿。玉米杆儿，你看这个有个土路啊，上面有1、2、3、4、5、10几个人啊，这么多，他们在这个路上走着，不知道是干嘛的。好多牛车这边哈。对对对，哇塞！现在离我们超级近这个位置，看到没？有个大坝后头，看到了，牛拉着车正在离地。是，这还有一个上楼楼梯。也是同样很陡，哇塞！你考虑要不要上？你过来看。哎呀，又陡又窄，又窄又陡，像我这么胖估计都走不过去吧？试一下。我和狒狒现在到了万里长城最东端虎山长城的最高点。最高点的最高点，这是中间的这个最高的一个烽火台的2层了。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看整个的朝鲜是尽收眼底啊。对。其实在这个角度看就非常明显了，大家看，就离我们比较远的那个水道啊，那个是鸭绿江的主航道。其实这个岛屿啊是离我们这侧更近的，但这一侧是朝鲜的土地。这片非常好，它正好是在江中间的一块冲积的小岛，土地肯定非常肥沃，离水源又近。正好是种粮食的好地方啊。但是现在呢，从这个朝鲜那一侧到这块岛上是没有架起任何的桥梁的。以前呢，他们都是通过那个滑索，有2道滑索，滑索从对面那个山上就滑过来的。就大家看现在2侧还有高一点的位置吧。对对对，还有那种像铁架一样的，就之前的滑索。但是现在呢，滑索也没有了，只有一个渠道，就是划着小船过来。等于这一片呢是相对比较隔绝的一块土地了。是的，但这块地好，所以大家都爱耕哈。对，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远处江面上是有停着2、3个小船的，等于呢这一片这个地啊，就是通过这几个小船来和后面的这个义州古城整个连接起来的。这边是我们的丹东啊，丹东这个草莓非常有名，大家看下面全是这样的温室暖棚。但我们这块地没有他们的好啊，我们这边还是丘陵多啊。你往远处看一看，那边对，是吧？都是山。朝鲜那边平的多一些，冲积平原嘛，这块地太好了。对。下山一样不好走，这块感觉跟断崖路一样。吓死我！我一到悬崖了，我刚刚迈出来了，赶快收回来了。太恐怖了，这点。大家以后来虎山长城还是量力而行啊。对。如果说是有恐高或者体力不太好的，在下面拍拍照、打个卡就行了，或者上来走上2个那个敌楼看看就行了。对。我的妈呀！虎山长城整体来说啊，它那个距离不是很远，但有的坡度特别的陡，有些地方。就比如我们现在眼前这点，你想想，咱们现在爬这个都这么难，古代啊，明朝500多年前他们是怎么修的这个？对，像明朝，修它的时候是公元1469年，到现在已经550年了，是难以想象。每次爬长城，不管是甘肃那一边的，还是我们陕北镇北台，还是北京。包括现在的这个丹东的虎山长城，心里真是感慨我们古人的智慧和力量。虽然现在啊，随着科技的发展，长城早已经失去了它曾经的这种军事防御的功能和意义了，但我认为长城精神还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学习并且持续的发扬下去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号墙台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快到下面了，到1号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到尾声了。
这段感觉挺垂直的啊。有这么陡的地方，哇，感觉跟跳崖一样的感觉。我们现在是跟游客大部队是反着走的，他们是原路返回的，我们是穿过最高处那个敌楼，继续往前走，就走完整个虎山长的全程。对。但是，正如那个导游的介绍啊，这边更难走。我们以为结束了，大家看，我们现在这个是2号的墙台。对。等于我们离最下面那个台也就剩了，就中间已经没有什么那个烽火台的位置了。但是这个落差，给大家照一下，我们就这点距离要下行这么多，垂直的，慢点走吧，感觉像是垂直的，对，感觉跟跳崖一样，不好走。大家看狒狒现在感觉在悬崖上攀岩一样，慢点啊，慢点，慢点。倒着走好走一点。别看下面就不害怕。吓死我了！哎呀妈呀！这我简直是无路可走了。哎呦，我都不知道走哪边了。一样走。还几个字儿：陡坡路险，注意安全。这点感觉更艰难啊！一步走错就要滚下去了。我们刚从最陡这一点虎山长城下来了。这块陡是因为什么啊？因为这块有岩体，很大的一块岩石，估计是开凿不开，所以只能在这边建长城。虽然你看大家看到现在有些这种砖啊都是复原的、重建的，但是这种长城的下面是有以前长城的这种地基的墙基啊，墙基在这边的。西到嘉峪，东到鸭绿，我们东西都去过了。哎，还有长城最中间的镇北台，我们也去过。咱俩等于把长城3个最重要的点都打卡了呀，哈。我还去了北京啊，八达岭，居庸关我也去了。对，就还差一个老龙头了哈。对，我们看看返程的时候啊，就是要么走内蒙，要么走河北。现在路线没有彻底定好，如果我们走河北的话，我们可能会去一趟秦皇岛那边。对。